在进行普通话学习和语音训练之前，我们需要先了解一些关于语音的常识和基本概念。语音是我们感知语言的物质外壳，是人类发出的声音。我们可以从物理属性、生理属性、社会属性这3个方面进行分析。首先，我们来看看语音的物理属性。语音首先是一种物理现象，是发音体振动周围的空气或其他媒介物质而形成的声波。声波传到耳内，震动耳膜，刺激了听觉神经，人便听到了声音。语音的物理属性具有音高、音强、音长、音色4个要素。第一个要素就是音高，指的是声音的高低，它是由声波在一定的时间里颤动次数的多少来决定的。颤动次数多的声音就高，颤动次数少的声音就低。第2个要素，音强，就是声音的强弱，它是由声波振幅大小决定的。第3个要素呢，就是音长，指的是声音的长短，它是由声波振动持续时间的长短决定的。第4个要素呢，也就是研究语音最关键的要素，就是音色，指的是声音的特色，又叫音质，它是由声波组合形式的不同来决定的。音色与发音体的种类、发声方法以及共鸣腔的形状都有关系。例如啊、一，我们听出不同的音色，实际上就是声波的区别决定的。语音主要利用音色的不同来区别意义。在我们讨论语言发声的时候，音色这个概念还有另外一个含义，指的是发声中没有区别意义作用的声音色彩和个人表现出的比较稳定的声音特点。比如我们常常形容某种声音明亮、柔和、低沉等等。这个含义呢，我们将在下篇发声中进一步讨论和训练。语音是音高、音强、音长、音色的统一体，在任何语言中，音色都是区别意义的最重要的要素。就汉语来说，汉语的声调主要取决于音高，音高的作用就比其他语言更加重要一些。例如妈、麻、马、骂4个音节，主要就是靠音高的变化来区别意义的。此外，音强和音长在语调和轻声里也起到重要的作用，比如舌头、舌头、瞎子、瞎子。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看语音的生理属性。语音是人类运用发声器官发出的。我们从生理的角度来观察我们参与发音发声的生理器官。首先，我们了解一下发声的动力器官，就是呼吸器官，包括喉头以下的气管和肺。气流是发音的原动力，它是由肺输送的。肺部呼出的气流通过支气管、气管到达喉头，作用于我们的声带、咽头、口腔、鼻腔等发音器官，便发出不同的语音。我们再来看一下发音的振动器官，喉头和声带。声带呢，位于我们的喉头中间，是2片富有弹性的薄膜。声带前端附着在甲状软骨上，后端分别跟2块勺状软骨相连接。从肺呼出的气流通过关闭的声门时，就引起声带振动，发出声音。最后呢，我们来看一下共鸣器官和咬字器官。这部分主要包括口腔和鼻腔等等。声带发出的声音通过共鸣得到扩大和美化。
了解了语音的生理属性，可以帮助我们提高对声音的控制与调整的能力。然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语音的社会属性。语音的社会属性是语音的本质属性，是语音区别于其他声音的重要标志。在语言中，用什么样的语音形式来表示什么样的意义，是由社会约定俗成的。语音的社会属性还表现在语音的系统性上，各种方言都有自己的语音系统。我们知道，有些方言呢了不分，前后鼻音不分，并不是因为他们发不出或者听不出二者的差别，而是因为在他们的方言语音系统中不起区别意义作用，不需要做区分。此外，我们说话的过程也是一种心理活动的过程。人们运用语言进行交流，首先，说话人的意识活动有表达的愿望，然后呢，运用我们的语言代码进行编码，再由大脑发出指令，我们的发音器官开始动作，那么再通过空气的传输，最后由听话人接收。这个接收的过程也是自己接收自己声音进行反馈调整的过程。以上呢，就是一个运用语言进行社会交际行为的全过程。我们在进行语音学习的时候，自己接收反馈后的调整，对于提高训练效果非常重要。